你有参加过宝可梦卡牌大赛吗？如果有，肯定对数千人的壮观场面印象深刻吧？但你知道历史上第一场宝可梦卡牌的大赛是什么样子吗？今天的影片就要带你走进时光隧道，回到1997年的日本。大家好，我是卡牌说书人柯柯。你知道吗？纵观台湾的卡牌游戏史，无论是早期的魔法风云会啊、游戏王，或是一直到后来的 WS 航海王之类的，只要提到大赛的规模，那么宝可梦卡牌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名。一般游戏有个几百人就算很大型，但宝可梦都是数千人等级的不说，玩家的年龄也横跨成人、少年跟孩童，范围相当的广。但我就好奇了，规模这么大的宝可梦卡牌，它的比赛是一开始就这么厉害吗？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的解答，今天就让我来为你介绍历史上第一场宝可梦卡牌大赛的真面目吧。历史上第一场宝可梦卡牌的官方大赛是在1997年的6月14跟15号这2天，地点在日本千叶县的木章展览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玩家是怎么参加比赛的。如果大家有参加过现在的宝可梦比赛，就知道每一场大赛基本都有一个预选的过程，玩家要透过道馆赛、城市赛等等方式才能得到参赛资格。不过当时像这样预选的概念还不成熟，所以历史上第一场宝可梦卡牌大赛的参赛者是用自古以来最公平的方式来决定，那就是抽签。Yes， 这场大赛一共有1000名玩家参加，全部都是抽签的。而且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孩童组，这场比赛只有15岁以上的玩家才能现场报名并参加抽选。当时毕竟是1997年，距离现在也已经快30年了，举办比赛的方法当然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几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第一个是比赛规则，这边指的不是宝可梦卡牌的规则哦，而是玩家在比赛当中应该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定，比赛要怎么进行等等的资讯。那当时网络资讯的传递还不发达，就不用说了。而且这可是史上第一场大赛，玩家们根本不会知道大赛是什么鬼东西啊。那如果你是宝可梦公司，你要怎么办呢？答案是印规则书。印规则书。当时宝可梦公司为了这场比赛印了一本赛场规则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宝可梦卡牌游戏第一次官方大赛规则书》，里面详细记载了比赛的时间表跟玩家应该要注意的事情。而且因为比赛分为上午组和下午组，大赛规则书也就印了2种版本。第二个是赛前准备，如果你是征战四方，然后参加过很多次大赛的观众，应该对赛前流程不陌生。不过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场大赛是怎么搞的。首先，在开赛前，工作人员会先在会场外让该组别的参赛玩家集合整队，再带进会场。看当时的照片，真的很像幼稚园老师带着小朋友去户外教学的感觉呢。进到场馆之后，则交由名为宝可梦大师的工作人员们负责一一检查参赛者们的牌组。看到这里，你们满头问号，居然要有工作人员一个一个检查牌组 ？Why？ 事情是这样的。刚刚有提过，这场比赛并没有预选赛，而是由抽选的方式决定可以参加的玩家。加上游戏也刚上市没多久，许多玩家的牌组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像放了喷火龙，结果没有放小火龙这种进化链不全的惨剧。更普遍的情况是强度不足。据当时的记录，许多玩家不是选择把比较强的训练家卡放满4张，而是放各种训练家卡各1张。拿当时最强的训练家卡之一的正辉来说好了，居然只有1个牌组有放它，而且还不是放满，只放了2张。我想应该会有一些小朋友把自己喜欢的宝可梦卡牌放个5、6、7、8张在里面吧，难怪需要有专人来检查牌组。不过这样一搞，到底要多久时间才可以开赛啊？以第一天的上午场为例，在参赛者集合、牌组检查和规则说明等赛前准备完成后，会先进行2场瑞士制对局。可以看到每场对决时间其实蛮短的，预赛只有15分钟而已。那第3场开始前会有舞台表演，4场对战都打完之后，会依照名次来进行最后的4强赛跟冠军赛。通通都打完之后，就是颁奖仪式。因为每个场次的比赛都是独立的，也就代表2天下来一共会有4个冠军，也会进行4次颁奖仪式。感觉怪怪的，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第4个是场边活动，跟现在的宝可梦大赛一样，当时也有许多的外围赛以及活动来吸引没成功报名的玩家以及现场的观众。比如说皮卡丘和吉利蛋的大型人偶装会不定期在会场里面晃晃，许多小朋友和家长就会冲上去合照。主舞台上除了用来颁奖和宣布事情之外，也有安排搞笑艺人和台下的观众互动。观众到对战区进行对战，只要获胜就能拿到各种能量符号的徽章，照片看起来简直大排长龙。那当然，新手教学区和贩售区也是不能少的。跟现在大赛里的新手教学跟商店比起来，真的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接下来是我认为这场比赛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奖品。
首先是参赛奖，每位参赛玩家都会获得一个吉利蛋硬币，再来是4强玩家都会得到一顶特制的棒球帽，后面有绣着 Tournament Champion 比赛冠军的字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当然是特典卡。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做过的史上最贵的10张宝可梦卡牌影片吗？里面有提到几张超稀有的奖杯皮卡丘，其实就是出自这场比赛。所谓的奖杯皮卡丘，其实总共有3种，分别是拿着金奖杯的训练家卡 No.1 训练家，拿着银奖杯的 No.2 训练家，以及拿着铜奖杯的 No.3 训练家。当时4组比赛，每组的4强玩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名次拿到对应的卡片，3、4名则同样都是拿到 No.3 训练家卡片。值得一提的是上面的文字，让我来不专业的翻译一下。在此认定宝可梦卡牌官方大赛的优胜者及其荣誉，展示这张卡片即可获得宝可梦卡牌游戏官方比赛的优先报名资格。这3张卡片后来还有在别的比赛中赠送过，但后来的文字就取消了获得优先报名资格的这一段，加上背景颜色也有改变，因此要说稀有，肯定还是这场史上第一场官方大赛的版本最稀有了。以上就是史上第一场宝可梦卡牌大赛的介绍，是不是跟现在的大赛很不一样？其实我觉得以前那种复古淳朴的感觉也不错啊。你是比较喜欢1997年的大赛，还是现在2023年的大赛？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脸书跟 IG， 接收最新的卡牌游戏情报。我是卡牌说书人可可，我们下次再见喽，拜。